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对于宗教小白们来说呢，这几个都是跟十字架有关的宗教。至于怎么区分呢，不太明白。一些对基督世界了解有限的基督徒来说呢，知道那么一点儿，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搞懂。作为基督教三个重要的支派，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恩怨的确三天三夜也捋不清楚。今天我还是想试着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呢把这三者的关系大致的介绍一下。首先呢，由于中文的翻译的问题，我们把基督新教直接翻译成了基督教，所以很多时候会造成误会和困扰。为了方便大家认知，我今天还是用比较正确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基督教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我们通常说的基督教实际上是新教，所以在后面的篇幅中，只要提到新教或者是基督新教，我们指代的就是基督教中新教这一派别。只能说我们的中文翻译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坑，以至于我们后人在理解和学习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问题。不扯闲篇了，我们继续。今天呢，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展开系统性的讨论，因为我说希望用最简单最通俗的方式跟大家介绍，所以网络上一查就明白的资料我就不赘述了。我这里都是说一些网络上查不到的。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说一点常识。天主教几乎大家都听说过，总部位于梵蒂冈，是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世界文化遗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全世界的天主教会都归这个地方管。天主教这个名字呢，翻译的也不好，其实还是应该称之为罗马公教，或者就叫公教。公教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国教。罗马帝国这个存在了将近1500年的大帝国，将天主教推到了绝无仅有的至高地位。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形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个国家分裂，教会怎么办呢？之前说了，全世界的教会呢都归罗马教会管，而分裂以后的其他教会，有的不愿意再听罗马教会管了。最终呢，谈判不成功，终于在1054年，教会也分裂了。总部位于罗马的教会沿用罗马公教的名字，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主教。总部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则使用希腊正教的名字，我们称之为东正教。而早期的教会分裂并没有在其信奉的主旨上出现重大的问题，都认为呢自己是正宗的、传统的、正确的。神职人员也沿用主教、神父、执事的教法。相互之间掐架，主要还是在于你说你传统，我比你更传统；你说你正宗，我比你更正宗。而到了1517年，基督教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改革派，最初只是希望将已经走偏了的基督教回归正路，因为文艺复兴已经使得教会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富。那是历史上基督教最灿烂的年代，同时也是教会最为膨胀的年代。关于什么赎罪券之类的事情，大家可以自行谷歌，我这儿不多说了。其实马丁·路德并不想成立什么分支和教派，
它是寄希望于教会的自我修正和回归。因为那个时期无限膨胀的教会的主教们，甚至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圣经之上，认为教会的解释才是真正圣经的意思，甚至一些疯狂的说法是圣经上根本没有提及过的。他们竟然解释说这是怕大家误解，其实呢，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如此牵强的说法的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最终马丁·路德提出的只要信奉主的人都可以自行祷告，并祈求神的怜悯，不必通过神父等神职人员间接地与上帝沟通。如此说来，教会的权威将不复存在，从而彻底触发了教会的底线。马丁·路德被逐出教会，而众多的追随者支持他的宗教改革。改革后的新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基督教从最初的2个教派，现在已经发展为超过45000个教派了。您没听错啊，超过45000个。而且这个数目呢，还在不断的增长。造成这种结果呢，并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神学家的初衷，但是事实已经形成了，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说到这里呢，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基督新教。由于基督新教反对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的教宗制，而提出呢，所有的信徒都可以作为祭司，所以动摇了所谓天主教、东正教这类旧教的权威。而这个破口一旦打开，就像病毒一样，各种宗派呈几何基数的增长起来。现如今呢，什么路德宗、归正宗、圣公会、浸信会、重浸派、循道宗、再临宗，的确是眼花缭乱。而到了近代，随着灵恩派、福音派的出现，看似是教派，又与传统的教派不同，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或者是一种运动，使得想了解基督教的人一看见就直接晕倒，根本搞不懂哪一支哪一派。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复杂。但是我今天尽量尝试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让还在云里雾里的你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其实基督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创世时代，大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期，上帝创造人类，亚当和夏娃一直到诺亚的那个年代，一共繁衍了10代人。那个时代神奇混沌，人们愚昧无知，之后的大洪水毁灭了地球，这就是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第二个时代，先知时代，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33年左右。这个时期呢，人类发展文明，以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以理等为代表的人物，记载了很多的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时期呢，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圣经旧约主要记载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内容。第三个时代，使徒时代，大约公元33年至公元100年左右。这个时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时期，耶稣和12门徒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基督教开始向外邦人传播，圣经新约主要记载的是这个时期的内容。第四个时代，教会时代，公元100年左右至今，这是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时代，由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为代表，成为世界范围内信徒最多的宗教。而这个时期是基督教发展最快也是最复杂的时代。
首先，在创世时代和先知时代，被拣选的人都是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的，获得最直接的指引，所以不会出现质疑与误传的问题。但是似乎并没有叫醒犹太人。而在使徒时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临世间，给人们指引，让愚钝的人类逐渐走向了正确的道路。而到了教会时代，上帝逐渐远离了世人，先知的时代过去，再无先知；使徒的时代过去，再无使徒。人们为了领悟神的话语，将先知时代留下的文献汇编成为旧约，将使徒时代的文件汇编成为新约。为了保证文献的记载必须是真实可信，不得有伪造，教会规定，所有新约的文献必须是在公元1世纪前已经成书的。因为这个时期呢，耶稣的门徒都还在世，为了保证这些文献都是他们所写的，而不是后人所写。但是由于早期没有印刷术的原因，圣经的手抄本是极为珍贵的，只有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才能看到圣经，普通百姓呢是见不到的。宗教的传播必须依靠大量的神职人员才能完成。而随着教会的人数、财产、权力越来越大，教会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每个时期的教宗对圣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最后导致由理解不同产生的权力的滥用。人开始凌驾于教会，教会开始凌驾于圣经。15世纪的欧洲，印刷术开始流行，圣经开始大量的印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圣经。随着人们发现教会很多的教义其实是违背圣经的，教会很多的说法圣经中完全没有提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圣经才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权威，而教会只是传播的渠道。教会的权威不可以高过圣经的权威。随着基督新教的兴起，基督教向更大范围开始传播。其实直到20世纪以前，人类的文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虽然也是战争不断，但起码每次战争之后人类都有所进步，而传统价值观一直在人们心中也是主流。可是随着网络数字时代的到来，这一切在悄然地发生了改变。时代从人人看书变成了人人刷手机，读书已经成为一件非常高雅的事情。现在的人们不仅仅不爱读书了，就连看个视频时间长了也耐不住性子。无论是纸质版的圣经还是电子版的圣经，能够认真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更加喜欢简单、快速、实用的方式，所以从旧教分离出来的新教，再一次出现了500年前天主教同样的问题：人们在远离圣经。教会或者个人的解读超越了圣经，人们不再关注圣经原文的含义，人们开始追随教会，追随牧师。为了迅速地收揽信徒，让大家走捷径，一些极端教派和思想开始出现，比如风靡欧美的灵恩派，以及对华人有一定影响的新加坡新造教会等。更疯狂的，甚至还产生了一些个异端的教会，比如被誉为东方闪电的中国全能神教会，去年聚众感染丑闻的韩国新天地教会等等。他们就像一场瘟疫一样席卷全球，把一个崇高的信仰变成了一种交易，一种特异功能，一种生财之路，一种成功之道。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更可怕的是，身在其中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就像圣经中预言的那样，假先知、假预言会越来越多，蛊惑人心。而分别这些真的很难吗？其实并不难，只是人们懒惰、浮躁，不愿意去做。我们正处于这个时代的末期，警醒的人最终会走上正途，迷失的人将得不到神的祝福。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